俗话说得好，这无巧不成书。在这世界上有很多巧合，每时每刻都在上演。但有时一些巧合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同时，更让人心中有些毛骨悚然，用概率根本解释不清。那今天观之就给大家说一说令人感到惊悚的两大巧合。这第一，林肯和肯尼迪。林肯和肯尼迪，相信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不仅如此，他们两人之间的巧合也非常的多。在1846年，林肯当选国会议员，而将来美国的另一位总统肯尼迪却在1946年当选国会议员。1856年，林肯竞选党内副总统获第2名。1956年，肯尼迪竞选时也获得了第2名。1860年，林肯当选美国总统。1960年，肯尼迪成为总统。而这中间正好都相隔了100年。那这些只是巧合吗？并且林肯和肯尼迪都非常关注非裔黑人的问题。1862年，林肯签署解放奴隶宣言。1863年，该宣言成为美国法律。1963年，肯尼迪在国会发表了有关黑人民权的报告书，而两者的时间也正好相隔了100年，就连他们的死亡也都那么巧。林肯和肯尼迪遇刺都发生在星期五，都是被暗杀，都是头部中枪，当时妻子都在身边，而且他们中弹后都没有当场死亡，身边的妻子都紧紧地把他们鲜血直流脑袋捧在膝盖上。他们断气的地方名字前2个字母都是 PH。 林肯去世的地方在比特森屋，肯尼迪去世的地方是帕克兰医院，而且两人葬礼的风格是完全相同的。林肯遇刺前几天曾跟妻子和朋友说梦见自己被人开枪暗杀了。肯尼迪遇刺前几个小时也告诉妻子和朋友自己出现在公共场所很危险，因为刺客能轻而易举地隐藏在人群中暗杀他。果不其然，他的梦成真了。那么这些只是巧合吗？2. 拿破仑和希特勒。说起拿破仑和希特勒两人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极其的相似，他们都不出生于自己主政的国土之上。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岛，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从血统方面来说，拿破仑与普通的法兰西人基本没什么共通之处，希特勒也不具备日耳曼人的血统。两人的政治生涯都是从当小兵开始的，掌权的时候都是44岁，攻打俄国时都是52岁，兵败时都是56岁，执掌本国政权都长达11年。两人都曾对外发动过侵略战争，曾占领过欧洲大陆。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打败了德国，而希特勒带领德国打败了法国，但他们都没有跨越英吉利海峡，而且都曾和意大利结为盟友，并且都受到了意大利的拖累。他们都曾在北非战败，起初都与德国人关系暧昧，后又与之为敌，并全面开战。他们的失败都始于对俄战争中失败，并且都遭遇了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将领。拿破仑遇到了库祖佐夫，希特勒遇到了朱可夫，并且两人世世相隔129年。1840年5月18日，拿破仑称帝，成为法兰西第1帝国的皇帝，史称拿破仑一世。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总理，魏玛共和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德意志第3帝国从此诞生。两人先后获得独裁地位，时间正好相隔129年。1809年，拿破仑占领维也纳，同年年初，欧洲第5次反法联盟成立，奥地利帝国偷袭了法国在德国的领土。在这样的形势下，拿破仑被迫退出西班牙，转而开始东征。一开始东征并不顺利，但拿破仑很快就转败为胜，大败奥地利帝国，并迫使其签订了维也纳合约，由此获得了奥地利的大片土地。1938年3月11日，希特勒在奥地利亲德分子和纳粹分子帮助下，兵不血刃占领了奥地利，从此开始了德意志帝国在中欧侵略扩张的步伐。两人先后占领维也纳，时间正好也相隔129年。1812年，拿破仑发兵50万向俄罗斯发起远征，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占了莫斯科。1941年，在苏联边境，希特勒突然向苏联发起袭击，两人都攻打过俄罗斯，发兵时间正好也相隔129年。不仅如此，两人的人生下坡路也都是从莫斯科之战开始的。1816年，拿破仑战败；1945年，希特勒战败，间隔的时间还是129年。这些是不是都很巧？巧合的都有点让人不敢置信。如果只有1-2处巧合还好说，可如此多的巧合，那就不能简单用2个字来解释了吧。好了，我叹为观之，我们下一期再见。